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11月2号，一条如何看待万达校招主持人发表不当言论的回答，在知乎热搜上引发500多万网友关注。10月31号，万达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办校招宣讲会，主持人在开场时说，今天很荣幸来到了美丽的济南，山东大学的女生都很漂亮，我不由感叹，山大的留学生真幸福。这一涉嫌侮辱性言论当即引发山大学生抗议，现场群情激愤，男主持现场和事后均做出了道歉。11月1号，济南高新万达广场官微声明，已对涉事主持人予以开除处理。在知乎网友5600多个回答中，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很到位，请不要把下流做幽默，把名誉做笑梗，把无知做托词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知道出口的话必须负责。童言无忌尚可原谅，一个成年人如果不考虑场合、对象，信口开河，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只能由自己承担。余秋雨曾说，话语谨慎是修己的第一要事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你说什么话就什么命，饭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说，好好说话是成年人的一堂必修课。卡耐基曾经说过，一个人的成功约有 15% 取决于知识和技能， 85% 取决于沟通。暂不说这个比例是否完全科学，但沟通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事实。说话得体会提升自己的职业形象，让你的职场之路走得更顺畅。而说话不得体的人，轻则造成不必要的误会，重则给领导、同事及外界留下不好的影响。蔡康永讲过一个故事，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的导师是一位在公司待了10年，人缘也特别好的资深员工。有一次，我跟着导师去参加公司年会，会场上有很多陌生的面孔，导师一一给我介绍。我发现他每次介绍一个人，除了说出对方的名字，还会说出这个人跟我的一点相似处。比如，这是市场部的 Peter， 他跟你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。这位美女是 Fiona， 你看她身材保持这么好，她平时下班后总是去做瑜伽。你不是说想去学瑜伽吗？可以跟 Fiona 多请教了。通过这样的介绍，我在年会上认识了很多新同事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有需要跨部门合作的项目，再遇到那些认识的同事，彼此都觉得熟悉多了。说话就是一种公关，也是一种核心的素质。中国有句俗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一句无心之言，却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。心直口快不是一个缺点，可一些禁忌的话题，如果不小心嘴快了，就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。罗振宇在奇葩说中说，职场或者说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是表达能力。人在职场会干固然重要，但会说也绝不能轻视。不重视表达，不善于沟通，迟早会让你吃苦头、跌跟头、触霉头。前几天我家楼下马太太2口子吵架，搞得气氛很狼狈。马太太下班一回到家就忙着做饭，等丈夫进门时，她已经把菜端上了桌。刚尝一口，丈夫啪的一声放下筷子说，菜怎么这么咸？跟你不知说过多少回了，少放点盐，没记性。忙了半天，不图丈夫夸奖，但也不希望被指责呀。马太太不乐意了，马上回敬道，怕嫌自己做，以后谁给你烧？嘿，少了你还能饿死我？丈夫冷笑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大吵了一架。马玲气哭了，饭也不想吃了，好几天都不愿意搭理老公。中国人的家庭矛盾多数都源自于不会好好说话。如果马太太的丈夫不是生硬地指责她，而是说也许你觉得盐不到油不香，
不过盐吃多了血压也会上升的哟，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。既能让妻子意识到自己盐放多了，下次得注意，同时又尊重了他的劳动，使他听着顺耳，怎么还会发生争吵呢？有人说，破坏中国夫妻婚姻的主要有7宗罪：缺甜言蜜语，缺肢体交流，缺有效沟通，缺欣赏和赞美，缺乏幽默感，缺乏童心，缺乏浪漫。这7宗罪里面大部分都与说话有关，因为说话不注意，轻则引起双方争吵，伤害彼此感情，重则忍无可忍，分道扬镳。讽刺、挖苦、奚落、呵斥、无视都是婚姻的毒药，而赞美、鼓励是物美价廉的婚姻保养品，几乎能一本万利地让你妻子幸福感倍增。而在现实却是，越陌生越礼貌客气，越亲密越无所顾忌，一味的抱怨责怪，久而久之恶性循环，家庭生活便会出现危机和裂缝，夫妻间的任何小问题都可能变成影响家庭幸福的大麻烦。愿我们都记住，幸福的婚姻需要经营，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。法国作家朗斯身高不足1.6米，朋友们平时经常取笑他。他为人倒很随和，也没有什么计较过。有一次，朗斯约了一位女孩在餐馆吃饭，恰巧碰到好朋友夏朗德。夏朗德发现那个女孩身材特别高挑，便取笑说：“你们2个在一起好有趣哦，就好像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来用餐一样。”说的2个人都挺不好意思的。夏朗德却继续说：“朗斯，你小子挺有福气的，你看你长得像冬瓜似的，却能交上这么高挑的女孩。”女孩听后很不高兴，没吃完饭就跟朗斯说拜拜了。朗斯忍无可忍，终于生气地走过来，挥拳揍了夏朗德一顿。夏朗德却一副无辜的表情说：“我看你平常挺随和的，所以开开玩笑，真的，我以为你不在乎的。”朗斯恼怒地说：“我在约会的女孩面前这么丢脸，我不在乎才怪。”此后，朗斯对夏朗德开始疏远，2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。夏朗德错就错在与朋友开玩笑不看场合，他平时私下拿朋友的身高开玩笑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反而显得2人亲密关系。但是在公众场合开这样的玩笑，就是在损害朋友的尊严，显得很不得体。因一句不得体的话而失掉一个好朋友，确实令人可惜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，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。如果你打着开玩笑的名义，在外人面前肆意贬低自己的朋友，是一种不尊重人的恶劣行径。平时感情再好的朋友，也不会对你的伤害无动于衷。再好的朋友，也要有界限感，不能不分场合，不讲方式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而信口开河。有一句话我很赞成，千万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，包括你的朋友。朋友多了路好走，但是说话不得体，时间长了，朋友也不会愿意跟你一生一起走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·戈尔曼说，情商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，好好说话也是情商高的表现。一个会说话的人，无论情绪怎样，压力多大，都不会只考虑自己，只图嘴上痛快，不顾及他人感受。他们既不会让别人尴尬，也能守住自己的底线，让自己舒服，也让别人舒服。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容易被情绪控制，从而口不择言。话一说出口，便暴露了弱点和品行。很多人正是因为不会好好说话而酿成大错，其危害可能会影响一辈子，波及自己的职业、家庭、生活。如果你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太会说话，请千万记住，愤怒的时候、激动的时候，尽量少说话，别下任何定论，别做任何决定，时刻牢记以下8项说话原则。着急的事慢慢的说，
尴尬的事幽默地说，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，没发生的事别胡说，做不到的事别乱说，别人的事不要说，伤人的事不能说，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。在阿拉伯有一句著名的谚语，世界上有4种东西是挽救不了的，即为出口之言、发出之剑、过去之时、忽略之机。其中言语排在第1位，可见说话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。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，好好说话，才能说出家庭的幸福，说出朋友的和谐，说出一生的平安。请记住，成年人的世界，说什么话你就什么命。好啦，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。